我把4个顶级大模型关进教室做了一场考试，给他们相同的题目、相同的数据，要求写出最好的量化交易策略。然后呢，又把每个模型写的策略拿到样本外数据集上，看谁能在年跌45%的熊市里守住正收益。最后呢，从策略表现、性价比、代码质量等6个维度来打分，评选出做量化最好用的大模型。整个测评我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放在评论区这点链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行获取查阅。先看一下4位选手，都是最近刚发布的最前沿模型，有开源，有闭源，有国内，有国外。为了更好的发挥模型的能力呢，我都搭配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官方 CLA。Kimi K3 用的是月之安面自己的 Kimi Code，Ops 5和 Fiber 5都用了 Cloud Code， 切一下模型就行。DeepSeek V4 Flash 呢，它没有官方的 CLI， 但是呢，官方专门给 Codex 做了适配，所以我就用 Codex 来跑。注意，这里测的不是裸模型哈，是模型加他自己那套 CLI 的组合。因为我们实际用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场景就是这么用的。交易框架呢，我选择用 FreakTrade， 具体介绍和安装方法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然后再来看一下考题，题目的设置呢要好好设计一下，既要有一定的难度和实际意义，又不能限制太死，要给模型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我规定了标的池，主要是20个交易对，不允许根据表现随意挑选。手续费呢是单边6%，杠杆1倍，必须能做多也能做空。如果是单边策略的话，直接判负。还有目标函数，我提供代码，并且不允许模型自己修改。数据呢还是分成了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测试集作为样本外的数据，我做了物理隔离，确保模型在整个优化期间呢都无法访问到，这样最后我们在测试集上的回测结果才是可信的。剩下的呢就看模型自己的选择了，包括策略家族、周期、进出场逻辑、搜索轮次全都可以自己定。有一条呢，我想特别提一下，搜索轮次呢，我只规定了上限是2000，具体用多少呢，模型可以自己判断。这样我是故意这么设置的，因为搜的越多越好，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你搜的次数越多呢，靠运气刷出漂亮回测的概率就越大。后面我们有个专门的指标来评价这个。为了保证对模型的公平呢，我统一用了英文的提示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量化的术语呢，用英文表达要更准确一点。提示词我统一放在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叫 Go.md，4家收到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里边有任务描述、标的池、成本、目标函数、优化预算、数据边界、5条硬性的要求、7个交付文件的文件名，还有2个 JSON 的字段格式。目标函数的公式呢，我直接写死在这里边，还附加了一句在训练集上很漂亮，到验证集就退化的策略就算失效。5条硬性要求呢，违反任意一条直接判负。最后要求交付物要标准化，方便我横向对比4个模型的表现。接下来是评价标准，按照哪些维度对模型的表现打分。我分了5层，同时按照先淘汰后打分的机制，只要有硬门槛和作弊检测不过的，就直接判他出局。这儿还有一个坑要注意哈，就是在 FreakTrade 的回测报告里，夏普是有2行的，一个是按照每笔交易算的，一个是按照每日资金曲线算的，这2个能差 2.5 倍。同时持仓20个的时候，它的交易是相互重叠的，按每笔算的话会虚高，所以我全程用了日资金曲线那一行。好，选手、考题、评分标准都明确了，下面看一下他们各自是怎么解答的。我在 FreakTrade 目录下新建了4个完全纯净的 bot 目录作为模板。第一个呢是 Kimi K3， 要安装 Kimi Code， 确认模型选择 K3， 然后将这段话告诉模型，要求它阅读 Go.md 和 readme for model.md， 完成相应的任务，然后回车。整个任务耗时呢也是比较久的，这里我打开 YOLO 模式，避免要一直手动确认。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呢 Kimi 交卷了，交付物看了一下也很完整，都是按照我的要求生成的。可以看到他选了日线，搜了400轮，策略本体呢是47行，5个参数，还是比较简洁的一个策略。然后呢是 Ops 5，直接用 Cloud Code 就行，可以用这个命令安装。因为我订阅了 Cloud Code Pro 套餐，所以这里的话会跳转到浏览器登录，模型要选择 Ops 5，然后同样把刚才的命令输入进去，回车。Ops 5还是比较能折腾的，它前后写了5个策略文件，一路试一路淘汰，最后呢定了用4小时线、300轮、策略210行、12个参数，还自己加了止损，表现还是不错的。第3个呢是 Fiber 5，在 Cloud Code 里切一下模型，用 model 命令只换模型，其他的配置都不要动，输入同样的提示词，等待任务完成。它也选了4小时、300轮、策略72行。最后呢是 DeepSeek V4 Flash，
官方给了一键配置脚本，跑一条命令就能配好。输入同样的提示词，经过了61分钟 ，DeepSeek 交卷了。他选了日线，搜了500轮，是私家里搜的最多的。好，4份答卷都收上来了，让我们挨个看一下4个模型的性能表现。先看一下几个一票否决的指标，看看是否满足硬门槛，是否有作弊的行为。答案是7项指标，4家全绿，全都通过了。4个指标都真的是用了做空，不是挂个空的逻辑不触发。可以看到内行多空笔数，私家的空单呢都是几百笔，实打实成交的。作弊检测这里呢是我自己写的，逻辑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对同一个时间点用全量数据算一遍信号，再用截断到那一刻的数据算一遍。如果2个结果不一样的话，就说明他偷看了未来的数据。作弊检测呢也是全员通过的。然后看一下几个模型的自由选择。搜索轮次呢我规定最多2000轮，结果私家实际上都只用了500轮不到，没有一家跑满到2000轮。而且可以看一下这条数量曲线，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曲线已经比较平缓了。这里不是因为算力不够，是模型主动判断继续搜索没有收益了，再增加迭代只会增加过滤和风险。从这一点看的话，私家都做的是不错的。时间周期方面的话，私家都没有选择30分钟， Ops 和 Fable 选了4小时， Kimi 和 DeepSeek 选了日线。为什么呢？这里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对照实验哈，就是用同一个因子30分钟不控制换手，一年成交是12000多笔，亏 44.7%， 换成4小时加上最短持仓的话，成交是436笔，反而赚了 3.28%。 所以这么看的话，只改周期和换手控制，就从亏 44% 变成赚 3.28%， 说明周期越快，手续费吃得越狠。在 time frame 的选择上，私家的表现呢都很专业。策略类型方面，虽然题目开放可以选择任意策略家族，但是私家呢全部都选了横截面，没有一家去做趋势或者均值回归，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接下来看一下模型的判断力，这一节是我最感到意外的，也是私家差距最明显的一个点。先看一下图，灰色点呢是每一轮的搜索结果，红叉是验证级分数最高的那一组，圆点呢是模型最终采用的那一组。可以看到有3家的红叉和圆点不在同一个位置，他们主动放弃了验证级分数最高的那组参数。Ops 5呢在设计文档里也做了一个计算，300组参数训练级夏普和验证级夏普的相关性只有 0.21， 所以他认为验证级的排名基本上是噪音，最高那组比平均值高 2.5 个标准差，取它就等于取了300次车辆里最大的那个噪声，所以他改用了12近邻平台选择法，就是找一片整体都不差的区域，而不是单个尖分。Kimi 放弃掉的那组是训练级负 0.38， 验证级 2.68， 训练级是亏的，验证级突然起飞。Kimi 自己的评价原话是，这正是这道题定义的失败模式，说明 Kimi 也觉得说这个是不合理的。Fable 的看法是，过滤和搜索就是在过滤和验证级，也没有选择最高分。3家呢都在自评里主动写了同一句话，就是验证级已经等于训练级的一部分了。说实话，这个水平比我见过的很多人调参还要专业。但是有一家是例外哈， DeepSeek 是唯一直接采用了验证级最高分的那一组的。它的最优轮是验证级 2.25， 训练级 0.68， 落差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条就是这4家的 R 差距很大， 0.54、0.21、负 0.06、负 0.28。 R 值越接近0呢，说明它的验证级排名越接近纯噪音，换句话说就是它调参的时候手上能依靠的信息越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顺序哈，一会儿我们对比一下4家模型在测试级的表现，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让模型在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样本外数据上回测一下，大家可以猜一下谁的表现最好，请在公屏上开始压注，答案3秒后揭晓。1、2、3，答案揭晓。4个全部由正转负，没有一个例外。先别着急说大模型没用，我再强调一下，测试级区间的大盘是熊市，一年跌了 45%。这里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验证级夏普最高的那一家是 DeepSeek 的 1.93， 但它并不是拴得最惨的，说明就是验证级排名和样本外排名几乎是没有关系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验证级已经是训练级的一部分。再回顾一下刚才的 R 值， Fable 的 R 值最高是 0.54， 它的样本外的表现呢也是最好的。 Kimi 的 R 值是负的，负 0.28， 它样本外呢也是垫底的，中间2家基本上也都对得上，这就说明验证级的信道比本身就是非常有效的指标。当然这里只有4个样本，只能算强提示，也不能说是定论，但是这个方法呢值得大家参考。然后来看一下收益哈， Kimi 是负 29.8%， Ops 是负 19.6%， Fable 呢是负 7.5%， DeepSeek 是负 7.1%。 但是4家呢全部都跑赢了大盘。回撤方面呢 DeepSeek 只有 14%， 是4家里最小的， Kimi 是 33.9%， 是最大的。从这张图也能看出来，他们不是一路跌下去的。前半年的大盘已经跌了 18%， 但是 Fable 还是能有正收益。
DeepSeek 呢也基本是打平的，这两家是扛住了的。但是后半年大盘再跌了35%，四家就开始全线失守了。这也说明他们的策略在震荡下行里还是能站得住的，但是面对这种持续的单边加速下跌，也是有点遭不住。可以拆分看一下多空的收益情况。这张图呢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允许它做空，为什么它还是亏的呢？可以看到有3家的空头一侧都赚了 ，Ops 是正 11.1%，Fable 是正 9.2%，DeepSeek 是正 15.3%，只有 Kimi 它的空单亏了 1.3%。要知道这是在跌 45% 的熊市里，而且它的亏损统计非常显著 ，P 值呢是 0.0008， 是4家里唯一一个亏的不像运气的，说白了就是凭实力亏的。接下来呢，看一下稳健性，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成绩有多少是试了很多次挑出的最好的那次。用的指标呢叫 DSR， 说人话就是你拿1枚硬币抛100次，记下连续正面的那一串，然后看了这个就很神奇，因为它连续出现了正面，但是这不代表硬币是有问题的，只代表你抛的够多。调参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搜的轮次越多，总是能刷出一个漂亮的下谱。DSR 呢，就是先算出以你这个搜索规模，纯靠运气能刷到多高，然后再看一下你实际拿到的有没有超过它。可以看一下图哈，蓝色的是实际拿到的下谱，红色是搜同样的轮次，纯靠运气能刷到的下谱。Kimi 搜了400轮，验证下谱是 1.57， 但纯靠运气就能刷到 2.25 了，所以它的运气基线比它实际成绩还要高。它的 DSR 呢是 0.094， 意思是这个成绩在统计上完全不显著，说白了就是连运气都不如，还不如抛硬币。另外3家的 DSR 呢，在 0.715 到 0.868 之间，虽然都没有超过 0.95 的显著性门槛，但至少跑赢了自己的运气基线。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蒙特卡洛，对成交序列重排了5000次，看一下赚钱的概率。Fable 呢是 8.9%， 是唯一非零的 ，Kimi 是毫无争议的 0%。上述2个方法呢，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解析式的多重校验校正，一个是对成交的序列重采样，但是结论都很一致。在这种测评里边，这种交叉一致性比任何单一指标都要更可信。接下来看一下收益归因，也是整份报告的一个核心。千万不要看到模型全亏了就嗤之以鼻啊，亏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亏在哪一部分。我们把每家的逐日丁式权益对大盘做回归，收益拆成2块。阿尔法呢是选股本身创造的超额收益，贝塔呢是跟着大盘涨跌被动带走的部分。Fable 5是5家唯一造出正阿尔法的，年化正 7.9%。虽然它最后亏了 7.5%， 但是拆开看的话，阿尔法贡献了正 6.5%， 贝塔拖累了负 14%， 所以加起来的话就是负 7.5%。它亏钱呢，纯粹是因为 34% 的净多头敞口撞上了熊市，被贝塔拖走了14个点。换句话说呢，它的选股是有真本事的，仓位压错了方向。如果做成真中性的话，这一年大概是能有个正 6.5% 的收益。再看一下这张4象限图，横轴呢是跟大盘的暴露程度，纵轴呢是真本事。4家分别落在4个不同的象限。Fable 它的阿尔法是正 7.9%， 但净敞口是 34%， 全场最高。Ops 呢，贝塔只有 0.03， 大盘跌对它几乎没影响，但它的阿尔法是负 20%， 选股本身失效了。DeepSeek 呢，阿尔法是负 0.2%， 约等于0，没做错什么，也没创造什么，亏的几乎全是贝塔。Kimi 呢，阿尔法是负 29.5%， 负的最多，选股方向反了。以上4个模型呢，说白了就是各做对了一半，没有人全对。那到底是模型不行还是运气不好呢？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训练集，大盘年化是正 69.8%， 验证集是正 28.6%， 亚某外呢是负 45%。训练和验证集都是牛市，亚某外呢是熊市，所以一到亚某外，4个策略就直接趴下了。而且不只是方向变了，交易对之间的平均相关性呢，也从 0.55 涨到了 0.67， 越来越同涨同跌了。横截面的离散度呢，从 60.7% 掉到了 39.3%， 收窄了 35%。离散度就是交易对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差异越小呢，横截面策略能捞的东西就越少。要知道，这4家全部都选了横截面家族，本身在侧日级所在的周期就是横截面最难受的环境。第6个维度是成本，这个跨度大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先说一下计费口径 ，DeepSeek 和 Kimi 我是走 API， 我拿了逐项的一个请求明细来做核对，按照最终的扣费为准。Ops 和 Fable 呢，因为我有会员，所以我是拉本地日志，按照 token 的用量乘以公开的单价折算的。就是如果按照 API 计费的话，会花多少 ？DeepSeek 1.4块是人民币啊，不是美元。Kimi 15.6块，Fable 95块 ，Ops 363。可以看到最贵的比最便宜的贵了350倍。先看一下这2家 ，Fable 的标价是 Ops 的整整2倍，每100万 token 输入10美元，输出50美元。
可它的总账单只有 Ops 的1/4，差在哪儿呢？ Ops 烧了5900万 token，Fireball 只烧了700多万，差了8倍。Ops 呢也是4个模型里面最勤奋的，它写了5个策略文件，调用了330次 ，Fireball 5呢只调用了109次就交卷了。所以真正决定账单呢，也不能只看单价，还要看它用了多少 token。这张图值得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就是花了钱和产出完全没有关系。花钱最多的是 Ops 5，阿尔法是负 20%， 花钱第二少的是 Kimi， 阿尔法是负 29%， 私家里是最差的。唯一造出正阿尔法的 Fireball 呢，花钱是排在中间的。你在这条曲线是看不到任何规律的。那贵的钱买到了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体现在工程深度方面。Ops 的代码质量和方法论自省呢是私家的天花板，这些是真本事，虽然这次没有变成钱哈。最后呢，我把成本折成一个可比的指标，就是每拿到1分成绩要花多少钱。DeepSeek 呢是1毛5， Kimi 呢是3.67块，Fireball 是12.26块，Ops 是50块多。所以这么看的话，性价比这一项 DeepSeek 拿到了满分。这里不禁要感叹一句啊，感谢梁胜。最后呢，从6个维度看现在总分，第一名 Fireball 5 7.6分，唯一造出的真阿尔法。蒙特卡洛呢也是非零的，验证集的信道比也最高，可以说是手艺最好，仓位最莽。并列第二的呢是 DeepSeek 和 Ops 5，都是 7.0。DeepSeek 它的绝对收益最好，回撤最小，还最便宜。Ops 呢，它的工程和自省是天花板，私家里唯一做到了真中性，但是选股是负的，而且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第4名呢是 Kimi K3 4.4分。DSR 0.094， 蒙特卡洛 0%， 空单呢在熊市都是倒亏的。这里我得说明一下，就是 DeepSeek 和 Ops 是实质并列的，他们两家呢各有所长。DeepSeek 呢赢在成绩和成本， Ops 呢赢在了工程和方法论，我认为是不分先后的。最后呢也说一下这份报告的一些局限哈。第一，就是亚姆外那一年是熊市，负 45%， 而训练和验证都是牛市，这当然可以说是这种最诚实的压力测试，但不是中性样本。换个年份，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二呢是幸存者偏差，这20个交易队是我站在2026年回头挑的，有些交易队在2021年可能就退市了，就不在这个池子里了。第三呢是滑点乐观，单边 6%， 没有市场冲击模型，真实交易呢只会更差。第四呢是关于成本，就是各厂商它有不同的缓冲计价规则，差异也比较大，所以的话只看个大数就行了，也不用扣到个位数去看。还有呢，就是雷达图的6个分数里，稳健性、表现、成本都有客观依据，但是代码质量和解释诚实呢，是我读完代码和文档后的一个主观打分，就见仁见智了。最后呢，如果你看到有博主分享他有一个夏普 1.9 的回测，先别激动，你先问他3个灵魂问题：亚姆外跑过没有？solo 多少轮？收益里有多少是贝塔？这3个问题直接就能揭穿整个策略表现的本质。在报告里呢，我们也都给大家演示了怎么去算。再说回这4个模型，他们防止过滤盒的功课呢都做得很足，主动做了少搜，拒绝了最优参数，自己也承认验证集被污染了，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全亏了。说明真正的杀手呢不是调参技巧，是市场变天了。这件事对大家的意义就是大家不用再纠结说我用哪个模型能写出绝对赚钱的策略，4个顶级模型的差距都比不上市场从牛市翻到熊市带来的差距。模型帮你省的呢是写代码的时间，不是判断市场的能力。以上所有的代码、评分表、私家的交付物，我都放在评论区这点链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下载复现。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请点个关注、点赞，谢谢大家。我是 Frank， 我们下期见。